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《金钱的引力》这本书。要提高金钱的吸引力，这确实需要我们经历一些阶段。亿万富翁并非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奇迹，相反，大多数人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逐渐积累财富。为了在这个财富攀登之路上顺利前行，我们必须在每个阶段改变增加财富的方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一个共通的秘诀，那就是要忠实的模仿成功者的行为，找到你的目标，全身心的模仿他们的行为，然后坚持模仿，直到看到结果。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任何人都有机会打开通往财富的大门，吸引各种金钱机会。不论年龄大小、家庭背景好坏、学历高低，这些都并不是决定你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。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你可以打开通向财富的大门。如果你真的认真想要增加财富，那么年龄绝对不是限制。本书详细介绍了提高金钱吸引力和增加财富的方法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将为大家解释我精选的9个方法。这个视频适合那些想要变得富有或者有梦想要实现的人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，并且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并留下评论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方法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变得比现在更富有，那么就必须放下觉得自己不可能变得富有的想法，而是要坚定的决定自己会变得富有。比起关注现在的状况，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相信这一点。人生中的一切都始于做决定。回顾你过去的行为，你就会明白这一点。你选择上的学校、去过的地方、穿的衣服，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你自己的意愿。要变得富有与否也是一样的。首先要做出决定。如果你一直认为自己不会富有，那么你只会得到与这种想法相符的结果。因此，首先要决定自己会变得富有。在这个时候，放下觉得自己无法变富的想法非常重要。例如，很多人会不假思索的继续做着任何人都能做的兼职。如果你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，并为未来而工作，那就很好。然而，很多人可能并非如此。许多人认为自己只能做这种程度的工作，然后一直以这种想法为由继续下去。请认真思考一下，这种观念是从何而来的？你是不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，或者被周围的同伴和朋友的言行所左右？这些话语是否真的有根据？从事简单工作的人和富有的人的本质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那么，区别在哪里呢？不愿意被看作是无论如何都想变得富有，并抱有这种渴望的人，以及没有觉得自己不可能变富的观念。当然，仅仅有渴望并不能让你变得富有，但缺乏渴望却是事实。你是否每天都在 SNS 和 YouTube 上浏览你感兴趣的信息，而没有改变你的时间安排呢？即使下定决心要变富有，但如果你一直抱着总有一天的梦想，是不可取的。为了能够自然地认为变得富有是理所当然的，收集信息是很重要的。比如，有很多人因为自己没有学历，认为自己一定变不富。然而，即使只有高中学历，通过自己的创意和努力创业致富的人有很多。了解到这些先例，你就能够意识到，认为自己没有学历所以不能变富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，并且会感受到自己也有可能性。变得富有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，而是要相信普通的自己也有足够的可能性。因此，花更多时间接触有益的信息是很重要的。在没有经济宽裕的阶段，改变金钱使用方式存在一定的限制，节约也有限度，有时候即使想储蓄，也可能没有这个余裕。然而，时间的利用是每个人都可以改变的，无论有没有钱，而且在当今时代，基本上可以轻松的获取免费的优质信息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请改变时间的利用方式。接触到高质量的信息，首先要建立起一种自己理所当然会变得富有的心态。第3个是关于获取金钱的3种方法。我们知道获得金钱的途径主要有3种，分别是劳动、创业和投资。让我们逐一来看看它们。劳动，顾名思义就是利用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进行工作，这可以是作为雇员、兼职或自由职业者等形式。基本上，你用自己的劳动时间来换取金钱，这是社会上大多数人通过的方式，也是最快捷的赚钱方法之一。其次，创业是指创办新业务。很多人通过雇佣员工为他们工作来创造利润。当然，
创办公司和保持公司运营都很有挑战性，但与劳动相比，雇佣员工工作可以赚到更多的钱。然而，创业并非总是成功的，成功时回报丰厚，但失败时损失也相应较大。最后，投资是将资金投入到未来可能升值的股票、土地等中。投资的回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如公司业绩和社会形势。虽然投资有风险，但成功的投资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投资和劳动有一个重大区别，那就是投资可以让金钱为你工作，而劳动基本上需要用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工作。一旦进行了投资，你就可以让它在一定时间内自由增值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第4点，即在制定目标时制定战略。这一步非常关键，深思熟虑是很重要的。就像职业棒球手大谷翔平在高中时制定的目标达成表一样，将个人目标写在纸上，再围绕目标写下所需的8项事物，考虑达到目标所需的物质和事物。通过这样的制定，可以让目标更加具体，而且在实现梦想和目标的过程中，每日要做的事情也会更加清晰。第5点是整理目前所处的情况。通过整理情况，可以更清晰地知道为实现目标和梦想应该采取哪些行动。然后，设定目标的期限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了期限，我们才能发挥120%的力量，否则目标往往只是一个梦想。第6点是了解1个月的生活费。了解自己的收入和支出非常关键，这包括知道1个月的最低开支是多少，以及有多少现金和银行存款。如果想成为富人，要时刻关注金钱，了解金钱的流动情况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控财务状况。第7点，只靠工资难以成为富人。作为公司员工，仅靠工资实现高额年收入是很困难的。我们需要考虑拥有资产，这包括房地产、股票、债券、投资信托、土地和建筑物等。拥有这样的资产可以让我们脱离仅仅依赖工资的局限，增加实现高收入的机会。第8点是关于金钱的美好使用方式。当我们的收入增加，储蓄达到一定水平时，就需要考虑如何使用金钱。金钱只有在美丽的使用时，才能美丽的进账。例如，通过投资房地产，不仅可以获得利润，还可以促进社会中金钱的流动，使更多人受益。最后，第9点是提醒我们金钱吸引力的美好用途。当我们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时，不仅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，还可以帮助他人。感激之情是踏出富有之路的第1步。关心他人，真心感激他人时，我们会变得充满力量，这也是实现金钱吸引力的真正关键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